小姐，这个香真的好神呐！每一次一点它，小少爷就睡得特别安稳。刘爷不是说了吗？这个香是安神的，我也喜欢闻。雨禾，刘爷，孩子睡了。啊。哎呦，你看这孩子啊，这方头大耳，将来一定是大富大贵。不求大富大贵，只要平平安安过一生就好。这是一定的。刘爷，我真的很感激你。你要是感激啊，就留下，别走了。我这生孩子坐月子，一直都是你和吴妈在为我操心，我心里真的过意不去。你别这么说。你住在这儿啊，这吴妈比谁都开心。你看，她一整天都往这个屋子里跑，整个心呢都挂在孩子身上。嘿，谁要是抱了她，就像抢了她宝贝一样。你就尽管安心住在这儿吧。这耀祖啊，说起来也是我们家的贵人，从一出生，这整间屋子呀，就笑声不断。其实，我想带着孩子离开了。回烟花巷，我不答应。我不希望耀祖在这么复杂的地方长大。我已经决定了。你决定要离开，是谁都留不住你的。有件东西也该还给你了。这是我递给你的，这是你的东西，不是我的。这镯子呀，已经陪我过了很多的日子了，这些日子我都记在心里面。我替你收着，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，我可以亲手还给你。这不是我的东西。好了，别说了。耀祖啊，这镯子呀，是你外婆留给你娘的念想。你先替你娘好好收着，记住啊，将来长大，要好好疼你娘啊。刘爷，我白雨禾真的没有那么好，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。白雨禾好不好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你17岁，我就认识你了。这现在要让他回来呀？对，还要我等，请他回来。是啊，关键是，他生了我们董家的孙子啊。早前你口口声声说那是野种啊。这话我说过，而且一点都不假。他生的是野种，那孩子不姓董，但是那200亩良田呢？每年收的佃租呢？那应该归谁呀？那应该归我们董家呀。想想吧，修他的时候不让修，用良田换身份的时候也不让换，现在可好，用我们董家的身份把这孩子给生出来了，人家还逍遥自在的活着，有这等好事吗？凭什么这些东西全都便宜了那不守妇道的白雨禾呢？是吧？这倒也是。这倒不是没道理。是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良田应该是我们的。小声点，喝东西，那下棋呢。是，快收拾，收拾完了去厨房帮忙。再不走我就吃你的马。嘿，你可麻烦喽。将军。永嘉，张嘴。真难伺候，都喂嘴边了还不吃？没辙了吧？垫上。
怎么了，哥？都没事了吧？没事啊，你不都看到了，挺好的。我不觉得，你们美的有点假。怎么假了，哥？你别没事找事儿啊！你们的眼神都不会交汇的。你懂什么呀？我们俩眼神交汇，哪能让你看见啊？不对，话不是这么说的。新婚燕尔，感情正浓，眼睛里该只有对方才是，那是忍不住的。哥，你结过婚吗？你又跟谁眼神交汇过吗？什么都没有，说的跟真的似的。李真，你跟哥说实话，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？我们好得很，我们俩非常好，我们俩甜得跟蜜似的，不用担心。给你，永嘉，你可真笨。将军。这不就把他那马吃了吗？哎，观其不语。嘿嘿，死棋了吧？有空常回来看看啊。永嘉，下回咱们爷儿俩继续下棋，我让你一马一炮。谁让你让了爹？又不可能我们次次都输。哎呦，你看，女大心向外啊，这才刚嫁出门呢，就分我们你们的了。哦，这会儿你们是一家子了啊？是啊，我现在是永嘉的太太嘛。嘿嘿，下回啊，我们也别下什么象棋了，就让永嘉陪你下西洋棋，到时候看谁输谁赢，是吧，永嘉？嘿嘿，回去吧，时候不早了。哎，回吧回吧啊，一真，代我问候你婆婆好。好嘞。哎，走了。哎，啊，对了，白玉和生了。生了？啥时候生的？就我们婚宴那天，啊不，准确的讲，是第二天一早天要亮的时候。永嘉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快回吧，时间不早了。哎，你咋知道她生了？我在啊，我从头到尾就守在她身边，生了个大胖小子。怎么？爹，我们先走了啊。哎，行了，到家了就别再装了。单真，今天为什么不跟我吵架？是怕你爹看见，破坏了这种美好的假象吗？那这是啥意思啊？啊？他说，大喜之夜，他陪着少奶奶生孩子。嗨，您听他瞎说呢。不，他是这么说的。他说他在现场，而且，周永嘉这个人您还不知道吗？那整日的说话做事都没个正形，他说什么您就信啊？这话能瞎说吗？而且他还知道生了个大胖儿子呢。他要不在现场，他哪能知道？你我都不知道呢。我们不知道，那是正常啊。您想啊，还能有谁给咱们父子俩通风报信来呀？您说是不是？嗨，爹，您这个女婿啊，您还不知道啊，整日就是瞎说瞎闹。大喜之日那天，您还记得吗？那都喝喇嘛了，路都走不直，还能陪人生孩子去啊？我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假，所有假的我都恨。你说这话不觉得滑稽吗？最恨假的人，却把自己这辈子最重要的事儿拿来作假。我问过你的，我问你爱不爱我，可你没有正面回答我。这就是你第一次作假。你跟我说，我们的爱情会在结婚之后开始。周永嘉，你不会忘了吧？就是在这儿。你骗谁呢？你别告诉我这样的你是个真实的人。你把自己都骗了。怎么？恼羞成怒了？你不要把我逼急了。周永嘉，也许你并不爱我，但是你不得不承认，
我是最了解你的人，要不怎么能让你娶了我呢？那是因为你太卑鄙，你不惧奢求。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设计别人也被别人设计，只有父母的爱是没有目的性的。周永嘉，难道你舍得让你妈这一辈子都抱不上孙子吗？我也说过，女人有的是，我不缺女人给我生孩子。雨禾，你怎么下床走动了？这坐月子不能见风，外面风大，赶紧进来，啊！坐。我是来辞行的。要走了？这些日子打扰你们了。不打扰。我会永远记着你们对我的好。不够好，不够好，就是不够好，才留不住你。我几次遇难，都是您出手相帮，不仅救了我，救了我的孩子，还救了我大哥。没事没事，那是我气急了，随急。刘爷，那200块大洋，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。这200块大洋，你就别惦在心里，这还钱事小。但现在你需要人照顾。刘爷，您也早点休息。让我照顾你。如果你心里面真的认为我是好人，哪怕因为我长得像少华，你把我当成他的影子都没有关系。你把你交给我吧，你、少华、耀祖，你们3个，我会好好待你们的。刘爷，雨禾福薄，只能辜负您一片心。我这辈子只想守着耀祖。这一辈子有多长，你知道吗？有多长就守多长。那这一辈子有多久，我等你多久。妈，永嘉他白天也不回来，晚上回来也不进我屋。成亲以来，他一次也没在我屋里睡过，怎么办啊？真的？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哪有脸说呀？真没用，我去找他。起来，你起来。妈，我累了，您干什么呀？回你屋睡去，快起来！我不起来，我在这儿睡得挺好。周永嘉，你想逼死我是不是？你信不信我一头撞死在你跟前？信！你们现在谁死我都信。楼上那儿有一个一天到晚要死，你别跟他抢。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要这么对我？你听他说走就走了，撇下我一个人。我本来以为你成了亲会懂事的，可是你
从小到大，我什么都依你的。妈，哎呀，行了，妈，您先别哭了，行不行？是我不好，你别哭了，好不好？永嘉，你不能再这样任性下去了。当初我和你爹，尤其是你爹，他再不愿意善嫁，他也都答应了，就是希望能够把你留在我们身边。永嘉，你是我们周家的独苗，周家就靠你开枝散叶了，孩子。行了，妈，你别哭了，好不好？这样，您先回房休息，我这一会儿就上去，好不好？你现在赶紧上去，以后也不许在这儿睡了。听话，啊。永嘉，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？我长这么大，一直没有爱过男人，直到遇到你。为了你，我可以离开我义父，离开我哥，我甚至可以抛弃我所有的一切。我这么卑微的爱着你，我错了吗？我所做的一切全都是因为我太爱你。难道我们真的要像这八音盒一样，坏了就没办法修复了吗？八音盒坏了可以修好，心坏了就没法修了。修得好。我知道，以前我做了很多错事，可能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。我本来以为我嫁到你们家，可以过上正常人的日子，可我没想到，我现在更加生不如死。你妈妈她天天逼着我给你们家开枝散叶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总说我最了解你，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所以我不想逼你。我也没有让你爱我，我也不要你把心给我，我只想要你给我一个孩子。帮了那么多人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帮我呢？圆你妈一个心愿，也给我一个依靠。就算以后你不在我身边，还有我们共同的孩子陪着我。永嘉，我求求你。你说说你啊，大人自个儿不在乎，也不替孩子想一想，哪有这样当妈的？月娃娃那着急出来见风。吴妈，刘爷，吴妈也是为了我好。谁为你呀？我是心疼这孩子遭罪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也不能惊风的，你别不当回事儿。要是有什么闪失啊，你吃苦一辈子。我知道了。还有啊。这孩子的开口莲也该给他吃了。上车吧。可是黄连好苦啊。苦？不苦就不是开口莲了。现在不趁着在月子里啥也不懂的时候给他吃了，等以后再喂他，你看他还吃不吃？好，好，好，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知道，你也是心疼小少爷。哎，别怪我多嘴。这孩子现在不喂开口莲，等一入夏那肺。玉和，玉和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快起来！快起来，雨哥！哎呀，快起来啊！吴妈，您对我恩重如山，您的大恩大德，玉和永世不忘。快起来吧！你看这地上那么潮湿，你们都是好人，你们都不嫌弃我，
收留我，您还替我接生，谢谢。别说了啊！快起来，快起来吧，起来吧！小姐，起来啊！玉和，起来！小姐，起来，来。傻孩子，吴妈，别哭了。谢谢吴妈。原来是会堂收留了少奶奶，难怪咱们到处找都找不着啊。这段时间咱们光忙着一阵的婚事了，也没来当铺看看。哎，干啥去啊？我去送送少奶奶。这出戏得让会堂来唱，咱们就等着喝彩鼓掌就行了。您的意思是说，傻小子，这还看不出来吗？娇娘，我就不明白了，那么好的一家人，连那个恶婆婆一样的吴妈都对咱们那么好。那不是咱们的家。烟花巷就是嘛，烟花巷也是人家刘爷的另一处宅子，咱们啊不过是从刘爷的这处宅子搬到了刘爷的那处宅子。我什么时候说咱们要回烟花巷了？那回哪儿啊？哎呀，老夫人不好了，老夫人不。他在说什么？他说老夫，哦，他是想说老夫人。他在咒我。张嘴。这个，张嘴。长，该长。我抽死，我抽死你！我让你胡说八道，记住了啊！有什么事儿快说。少奶奶回来了，抱着孩子去董家墓地了。哦，少华，这就是咱们的儿子，你看，眉眼长得像你。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耀祖，他真的随你，他特别爱笑。小少爷这是有福气。再有福气，可他生下来却没见过他爹，这都是遗憾。耀祖啊，虽然你看不见你爹，可是你爹能看到你。你爹在天上，一定会保佑你的，啊，耀祖。白玉和，你太大胆了，居然抱着野种来少华的坟上闹你！哦，这孩子长得跟少华一模一样。可不是嘛，少爷的亲儿子，少爷的嫡亲血脉呀。来，让奶奶抱。春儿，哎，这2天你忙着店里的活儿也累坏了，快把孩子放下，你也歇歇。我不累。哎，你放心吧，那些衣服呀，我已经交出去了。咱们现在搬到董家，也接不到什么活儿，我也没事儿。以后带孩子就交给我吧。快放下，他是男孩子，不能总惯着。小姐，真没见过你这么狠的亲娘。哎，你是他亲生的吗？没有这么狠的娘亲吧？小少爷，乖，过几天呀，等咱们回了家，小春儿也搂着你睡啊。咱们不回去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，快进去。你没看见那边灯还亮着？啊？亮就亮着吧，咱们那点事儿，人家心里都明路。别瞎说八道了！哎呦，这股子酒气，人家急得都跳脚了，你还有功夫去喝酒？嗨，我这不是给你贺喜事儿吗？喜事儿？
不是孙子回来了吗？哎，我是没见着少爷小的时候什么样啊。你是全都见过，他们俩长得像不像？一个母字刻出来的。那多好啊！哎呀，好什么好？明天要去见族里的长辈们啊，那些老头子又不是瞎子，那一看活脱一个小少华，我这脸往哪儿放啊？该往哪儿放往哪儿放，我就没脸了。怎么没脸啊？你就端着一张奶奶祖母的脸，谁敢把你怎么样啊？白雨荷已经带着孩子来认祖归宗了，你就是奶奶。这不是这么回事儿。他这样回来，那是来向我示威的。怀胎9月搞得神神秘秘的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啊，他还不就是等着这一天吗？等孩子平安落地了啊，他抱着小少华回来，这来让我难堪。这倒不会。你怎么向着他说话呀？他要是真想给你难堪，带着娘家人直接去祠堂跟你讨公道了，还用大白天的去坟地啊？那你给我说说看，他这是为什么呀？他是董家的子孙，不应该生长在烟花巷。这我明白，但是也不用飞回董家吧？那还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吗？白家呀。白家不能回。为什么呀？这白家可是你的娘家呀，总比这儿好多了。而且，小姐你也不是小气的人，以前那些事儿，不是也早过去了吗？难道你忘了吗？我大哥以我的名义向刘爷借了那么多钱，如果我现在带着孩子回娘家，岂不是给他留下更多的口实向刘爷借钱？咱们现在谁也不用靠，咱们有制衣铺。我已经想好了，制衣铺我会给你攒下一份钱，将来给你做嫁妆。我不嫁人，我就是盼着能跟你回白家，我愿意在白家待一辈子。耀祖姓董，他生长在董家，名正言顺。哎呦，真像极了，是跟少华小时候啊一个样啊！哎，像，哎，是少华的儿子吗？当然长得像了。啊，那董白氏，你为什么把孩子又抱回来了？春儿，把孩子先抱下去吧。我是董家的儿媳妇，自然是要把孙子抱回来的，没有什么目的。哼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回来找后账的呀？想当初，我等惭愧呀，我等惭愧。你们是该惭愧，你们差一点就把董家的孙子给逐出门了。不过我董白氏不会算旧账，因为这些账，不管是好账还是赖账，如果真的算清楚了，董家可就太丢人了。哼，哎呀，这事儿呢，按说呀，你怪不着别人，啊，一个寡妇人家怀了孕了，还想把这孩子给打掉，那谁不怀疑呀？啊，我几次三番的去请你，你还不回来，啊，住在烟花巷别的男人的宅子里。他是刘爷，刘惠堂，刘爷。哎呦，这叫的这称呼，亲密的紧呢。是啊，是很亲，因为他是我的恩人，也应该是婆婆的恩人，因为我的儿子和您的孙子是在刘爷家出生的。哎呦，这当着列祖列宗的面，哎呦老天爷呀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你还有脸说？这都什么关系啊？你们之间啊，让你住他的屋不说，还让你偷偷摸摸的在那儿把孩子给生下来。不是偷偷摸摸，是无计可施。你们把我的名声毁了，没有一个接生婆愿意为我接生。哼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几次三番的去请你回来，你不跟我回来呀？您请的不是我，是那200亩地吧？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我董方氏要是为了那200亩地，就让我……您可别发誓，没准会灵验的。哼，
这事我就得发，这咒我就得下。在座的各位，谁要是为了那200亩地，谁不得好死！哟，东方氏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啊！婆婆，我和您还真不一样，我特别看重钱，因为我知道没钱是真的活不下去，这点我最清楚了。你这孩子，啰里啰嗦在这说什么呢？有话就直说啊！长辈们没时间听你在这教诲。我要回来，带着200亩地回来，地归董家。这是地契，我带回来了。拿呀，拿地契呀！真蠢，拿地契呀！这归董家了呀？是归董家。那董家的孩子要念书，要请先生，要留洋，还要做买卖。董家的老人有个生老病死的，不都得靠他吗？是，对极了，少奶奶顾虑的极是啊。可这地总得有人管呢，您说由谁来管啊？那就让文成兄做主吧。这管账的事儿啊，最烦人了。这现在还有谁愿意去管这个东西呢？那就不劳烦大爷您了。依我看呢，这要是留在外姓人手里也不合适。我想把这块地留给董少华的儿子董耀祖。这还说得过去？是啊。大白天的都不知道避人耳目，真是忘了自己都是奶奶了。当着孩子的面别说这样的话。孩子长大了也得知道。那几个老家伙，嘿，争得那样，哎呦，那个势力哟，那个见风使舵呀，不就区200亩地吗？真是。那是200亩地呀。那一年能赚多少大洋啊？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？你呀，还是年轻，这个世上哪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情呢？今天我不跟白雨荷争这200亩地，任由他把这地给了他儿子。而且我看白雨荷也没有把我们2个的事儿说出去的意思，这不挺好吗？从今往后啊，他一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我们乐得快活。可是200亩啊，给他儿子也不是白给的呀，那也是我们老董家的呀。拿这200亩换咱们的快活，怎么？你觉得不值？这不能先把200亩攥在手里，再要咱们的快活吗？你看你，说了什么事儿都不能两全其美，是吧？哎，我呢，不要他这200亩地，我这么去做，以后白雨荷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过各的日子，多好啊！老夫人，说什么事儿？少奶奶让阿木明天备车。让我备车？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是井水不犯河水。白雨荷，耀祖，小少爷。白雨荷，把孩子带出去吧。你让阿木备车，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哼，我明白了。你回来就是为了报复是吧？
瞧瞧这一步一步的啊！你要明白，打狗还要看主人呢。阿木不是狗，狗还知道对主人要忠诚，它连狗都不如。您难道真的看不出，他和娟子的苟且之事，他们两个是在合起伙来骗您？真是可怜天下女人心，一片痴心。我愿意，我不愿意。我回董家，就是为了让我儿子有一个干净的成长环境。耀祖一出世，就没有了父亲，将来也不会再有兄弟姐妹。他这一路长大，看到什么样的男人，就会学什么样的男人。婆婆，您愿意让他看着这样的男人长大吗？说他是什么好呢？车夫，可他不拉车；家丁，他又不干活；总管，他什么事儿也不管。要说是奶奶的情人，夜里却跑到丫头的房间里。闭嘴！这话轮得到你说吗？我以为你会放过我一马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婆婆，凡是跟我儿子有关系的，我都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像您一样。当初您说我不贞不洁，口口声声要为少华讨冤，咱们俩是一样的。厉害呀，白玉豪！你拿我的话在这等着噎我呢，是吧？你说的没错，咱俩是一样的，都是女人。你在我的身上应该看到你的影子。年纪轻轻守了寡，独自一个人带着儿子，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没人知道。待到有一天，他娶妻生子，此时心中、眼中再无你，你就像一个外人一样被抛弃。可是婆婆，阿木不是好人。有好男人吗？就算是有好男人，他能守着一个寡妇吗？阿木再不好，他陪着我；他再不好，你赶不走他，打不跑他；他再不好，他为了你，可以不娶妻不生子，就为了这个。只要他是真心对你，我就成全。我说的是真话，我成全。他是真的，他是真的，是您说的。想知道他是不是真心，其实并不难，要看您舍得舍不得。让我走？少奶奶，我知道您说的是气话，原先是我错，以后我改，我愿意拉车，在董家拉车是我分内的事儿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了我这回啊。您要是用车，我现在就去查，正好我上次新换的那个轱辘老是使着别扭，我先给您查查去啊。慢着。阿木，以你现在跟董家的关系，让你去拉车，确实有点不妥。没有不妥，妥得很。不是跌了你的份儿吗？您这话就是骂我了。我一个拉车的下人，有什么份可跌呀？您，老夫人，您帮我说句话呀。少奶奶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不敢了，您别赶我走，我以后改，我以后不多嘴了，我长嘴，我长嘴，我。郑坤木，你不用这样，人有亲疏，各为其主。其实你这么做，不也是为了婆婆吗？
我对咱们董家那真的是忠心耿耿啊。忠心就好。你起来吧，起来好说话。哎，你和我都是为了董家，董家现在就剩3个人了，一老一小，可这老的比小的更重要，是不是？是。难得你对我婆婆这么用心。是，我是一片真心呀。真心就好。我有一个想法，想说给你们听听。我知道你无所畏惧，但是你和我婆婆老是这么遮遮掩掩的，也不是长久之计。你们看这样好不好？你带着我婆婆一起离开这儿。镜中泪如泉涌，见惯司空。时至心有所钟，你偏来拨弄。知情意思情的，寒蝉胸口偏语难吐露，哽咽如虹。恨你恨只恨是不相逢，念你念只念岁月枯荣。今生缘若花丛无影踪，此在谁手痛定思痛。恨你恨只恨是不相逢，怨你怨只怨言不由衷。来生缘若是梦一场空，劝别为我一片惊鸿。